门口的小厮又匆匆回来。夫人，王爷说国公爷定然没醒，他是来拜见您的。去正厅，我马上去。夫人，镇定，总归他是小辈。再说了，王爷不是那等没有分寸的。等到盛长哥溜溜达达的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母亲和景婷一边吃着饭一边聊天。我去，景婷不会真的要嫁入你家吧？不行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她嫁了你自然要三从四德，咱们以后依旧可以满京城了，挺好的。就感觉你没点女人样，糟蹋了咱们天齐第一美男。过来吃早点，暮雪的手艺可是卯足了劲儿做的。哎呦，这以后夫纲难振。伯母，我来蹭饭。莫姑姑，赶紧让人准备碗筷，难得这么热闹。这个碍眼的。哎呦，好吃啊！这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包子。你丫的还没开始嚼，说的倒是顺溜。母亲，我也蹭饭。这次看着就想揍一顿。来，你妹夫带来的，好吃得很。一句妹夫，盛长哥、裴森和商洛同时石化。母亲喝茶。伯母，谁是父谁是夫啊？他们高兴谁当就谁当。那个王爷，我是不是需要给你添嫁妆？貌似是的。咱们关系不错，相信你们不至于太寒酸。你们和哥儿又这么好，贺礼相信也不寒酸。哥儿好福气，有这么好的兄弟。你丫的还要双份儿？咱们去看看添什么合适啊？两个人撒腿就往外跑。哥儿呀，你还准备纳如夫人不？那个啥，路上遇到几个大人带着孩子，说是若是国公爷愿意纳妾，他们家可以。景婷的脸花丽丽的黑了，她还没有嫁进来，肉都还没吃到，有人就惦记了，还想和她做姐妹。那个啥，景婷啊，你看着办，反正小爷不擅长这个。争风吃醋，你会死得很快，好吧，还是多活几年。母亲，尝尝这个。盛夫人眉开眼笑的享受儿媳妇的孝敬，你们眼里还有我吗？国公爷，有几位大人找您，还带着他们家的公子。小爷去明月楼有事情，先走了。盛长哥一溜烟儿从后门溜了。至于烂摊子，自然是景婷收拾了。盛长哥在明月楼呼朋唤友，还没有坐稳。大消息，大消息！嘿，什么大消息？掌柜的，送一壶梅花酿，我给你一个大消息。和国公爷有关？自然，其他人的称不上大消息。送，这明月楼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今天早上看见不少大人带着自家的公子去国公府，我一时好奇就跟了过去。猜怎么着？赶紧说。那些大人还一路抢道，原来呀，是去问问国公爷要不要纳夫人，他们的儿子可以。然后呢？国公爷怎么说？有没有一鞭子打过来？倒是没见到国公爷，王爷却是在国公府。你想想，王爷那天人之姿，朝阳下往国公府门口一站，看着国公府门口台阶下的众人，只说了一句，那些大人就屁滚尿流的跑了。说了什么？谁要和本王做姐妹？谁敢和王爷做姐妹？这世间男子谁敌得过王爷？哎呦，这么看，咱们国公爷夫纲不正啊。国公爷当不当家呀？得景婷一人，是不是抵过天下所有？众人点头，确实。既是如此，弱水三千，只许一瓢饮，有何不可？咱们是不是要恭贺国公爷抱得美人归？不要以为小爷不知道，你们想要讨酒喝。那国公爷应不应呀？应了。梅花酿管够，小爷只管酒不管菜。谢国公爷，此生足矣。整个明月楼人声鼎沸。姐妹。话说你们两个究竟是谁能穿嫁衣？你猜？你丫的不讲究，没义气。哼，你们都知道了，小爷还挣谁的钱呀？必须是景婷穿呀。哥儿，你救救姐姐，让姐姐回家吧。
盛长哥一挑眉，没完没了了。谁呀？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是要逼迫你？盛玉书啊，盛玉清的妹妹，贾圣战的女儿。他们不是流放边疆了吗？盛玉清被狗咬得奄奄一息，不是抓起来审问后面的奸细了吗？这女人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你们不如猜猜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下面已经围了一群人，盛玉书就泪水连连的捧着肚子跪在明月楼的中间。真娘抬头看着盛长哥，盛长哥对他摇摇头，早知道昨晚就解决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哥儿，父亲母亲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救救我好不好？对不住，小爷不敢救你。哥儿，咱们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你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呢？何况我如今还是怀着孩子的人，你不救，是要让我们娘俩去死吗？国公爷啊，不如随便给个地方住，给口吃的，好歹也是2条人命呀。是啊，国公爷也怪可怜的。可以啊，小爷西郊也有庄子，不如就去那里如何？哥儿，我都这样了，经不起长途颠簸，你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，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。盛长哥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哭泣，不发一言。哥儿，国公府很大，我随便一点地方就行，不然你收留那么多妇孺，我也可以。不行，你忘了你的身份了吗？我的身份？哥儿，咱们是一家人呀。本国公和你可不是一家人。若是盛战，他本来姓李，是祖父副将的儿子，副将战死，祖父心善代为抚养，勉强算是一家人。我的父亲就是盛战呀。可是盛战很小回老家就没有回来，在国公府住着的不过是冒充的盛战。那盛战是谁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所以你和我国公府和我盛家有什么关系啊？谁和你是一家人？其二，本国公不能救你。盛战谋反，你和盛玉清是皇上网开一面发配北疆的，敢问你有圣旨吗？怎么回来的？哥儿，你是逼着我们母子去死吗？你要死就去，和本国公有何关系啊？哥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？我们毕竟有10几年的情分呀。10几年的情分？那10几年你母亲掌管钟馗，把盛家的钱据为己有，放印子钱。盛家的田庄养着伤残的士兵和他们的亲人，你母亲长租子，逼人走投无路，跪求到小爷祖父面前。你穿金戴银，自诩盛家大小姐，小爷连几百两银子都拿不出来，你哥哥却能在这明月楼赊欠几千两。你指的是这种情分吗？还是你父亲设计谋害4大家族的人，我的父兄尽数死在战场上，是这样的情分吗？哥儿错了，母亲这10几年尽心尽力，也算是抚养你长大呀。不要这么绑架小爷，小爷不吃这一套。在京城，小爷昨夜救了你一命，还不够吗？当年你们一家吃的是盛家的，喝的是盛家的，穿的是盛家的，盛家养你们10几年，难道不够吗？怎么，盛家养着你们，还欠着你们什么恩情不成？哥儿是我们不知好歹，你看在我这么可怜，就帮帮我吧。众人在听了这一串之后，再也没有半个人帮着盛玉书说话了。盛长哥也没有说话，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，一直走到盛玉书的面前。不如说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小爷帮你找那个男人负责，你就不愁没有地方去了。不要说记不住，小爷记得住，也知道是谁的。需要小爷替你说出来？盛玉书不敢置信地抬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哥儿，救救我，有口饭吃就行，不然送我去西郊吧，我去西郊马上就去。盛玉书，若是医馆醒来，你自行离去，没有今天这一出，小爷依旧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惜贪心不足。盛玉书，谁是盛玉书？盛玉书脸色一白，直接站起来躲到了盛长哥的身后，同时一把锋利的匕首放在盛长哥的脖子上。送我出城，给我马车，让我走，不然我杀了你。众人哗然，这个女人看着可怜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放下匕首，立刻投降！我不，我看你们谁敢，我就是死了，拖着盛长哥一起也是赚了。盛长哥，给你脸不要脸，
你要是悄无声息地把我接入府中，何至于今日？你今日若是说一句，他们也不会抓我。你不仁我不义，刚刚好，凭什么就该我受罪你享福？你确定不放下匕首？放下，死我也要拖着你。盛长歌冷笑一声，身子诡异的一转，只听咔嚓一声，盛玉书已经惨叫着瘫软在地上。那些官差自然来拉扯盛玉书。盛长歌，你不得好死！今日我死了，我化成厉鬼也要找你。你便是厉鬼，只怕也进不了京城。你大概忘了，这城外的陵园里还有诸多英灵，任你魑魅魍魉，有成千上万的英灵守护，你有种就来，小爷等着你。是啊，我们等着你。你们等着，你们等着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会回来的。你以为只有我一个？哈哈哈，有无数个，他们都在，他们都在。带走。门外路边的马车里，屏风，让凌天阁的人布置一下，传消息查他们的路引是谁开的，走了谁的路子。从西凉进天齐需要凭证，进京城更是需要。而明月楼里，盛长歌也对清安说：查吧，这后面的人就有点意思了。清安点点头，出门和真娘商讨了一下。盛长歌靠着窗口，看着紧停的马车往城门口的方向去了。哎呀，这从门口过不带着他，这滋味有点不对呀，酸溜溜的。盛长歌打了一个呵欠，想要睡个回笼觉，还没有躺下，就看到思琪匆匆过来。晏姨的消息，长宁郡主不好了。小爷先行，你带着陆院士跟上，不要声张，只把裴宣带走就行。裴斯内斯咋咋呼呼的，还在外面看热闹，不能让他知道。盛长歌从窗户翻下去，从后院牵了马，直接飞驰而去。京郊50里外的一个小山坳里，私烟团团转。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呀？稳婆从里面出来。两位，着实没法子，产道窄，孩子不小，胎位不正，生不下来，血流的不少，大人也完全没有力气，只怕……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起来，切了参片给他含着，我先扎针吊着命，你找人去村口看，若是有马蹄声，就引着人往这里来。盛长歌到的时候，他没有说话，径直往里面走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，爷不好。信我吗？裴宣点头。烧热水，准备烈酒，羊肠线，干净的白布。歌儿，拜托了。我尽力，若是陆院士来了，让他进来帮忙，我有法子，但是需要他帮忙。好。一屋子的血腥气，长宁郡主已经气若游丝。盛长歌，我怕是活不了了。不要让我看不起你，就这么一点坎就过不去了。若是你活着，还有大好的日子。世界这么大，你都没有看过，舍得死？你前半生被大家闺秀的笼子圈着，活出自己没有？知道活着的滋味吗？若是孩子也活着，你好好教养他，将来未必没有好日子。会吗？会。看看我收留的那些孤儿寡母，谁不比你难多了？你还有兄弟，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亲人，你哥哥就守在外面。长宁郡主眼睛红了，泪水汹涌而出。国公爷。陆院士，准备器具。燕姨，麻沸伞。燕姨，你给思琪思墨开过腹，还是你来？但是在这次里面有孩子，你要小心，一层一层的来。盛长歌比比划划的在那里说着，陆院士却很是震惊。盛长歌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他是听过剖腹取子，但是在天齐还没有这样的例子。长宁是个女儿，像你弱一点，以后有的你辛苦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啊！你想想，你都是个美人儿，这个以后一定是个粉雕玉琢的小美人儿。你说我做她的义母怎么样？以后小爷带着她浪。盛长歌，你不准带着我闺女浪。那将来让我闺女带着你闺女浪。你闺女要浪，景婷同意吗？他侧头看着身边睁着眼睛撅着小嘴到处在找什么的娃娃，心里慢慢的柔软起来。京城最近不太平，思燕和陆院士暂且在这里，等你好一些了就进京。思燕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知道吗？当娘的人了，不要矫情。你才矫情。盛长歌伸着懒腰往外走。当舅舅啦，是个女娃，将来定然是个美人儿。大恩不言谢。切，矫情。门外景婷的马车停在那里。来看美人。等你。
盛长歌躺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上，昏昏欲睡。睡一觉，醒来就到家了。盛长歌点点头，闭着眼睛沉沉睡去，朦胧间还嘀嘀咕咕地说：“我闺女带你闺女浪多好，你活得多没劲儿啊！”他就想知道他的闺女为何一定要带着人浪。说，从国公爷出城就有人跟着，目前看着有150人左右，后面隐藏多少未知。都安排好了。国公爷也早有安排，长宁郡主住处固若金汤。那个小丫头好好护着，你们国公爷的干闺女，以后是本王女儿的玩伴。国公爷有了？滚！他也想有，奈何看看盛长歌单薄的小身子，一马平川的模样，他就有点愁。马车并没有走多远就停住了，盛长歌瞬间清醒。安心待着，好好歇歇，有我。好吧，好吧，亲爱的王爷，加油！以后就叫亲爱的。大哥，合适吗？景婷的脸皮越来越厚了。安心睡着。景婷看着周围的山林，显然来的人不少。怕吗？有你在，怕什么？你舍得让小爷死？自然舍不得你死，你可是比我的命都重要。小爷比较喜欢用行动表示，毕竟口说无凭。歌儿，男人身上有些部位是不可以随便乱动的。只会嘴上功夫。本王会让你知道，本王的确会嘴上功夫。只是此嘴上功夫不是彼嘴上功夫。春色满园，哦不，春色满车厢。欲哭无泪，他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跟着这两位，大敌当前，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？听听那个声音，貌似他家王爷可能不是对手啊。马车慢慢悠悠地往前晃荡着，盛长歌双眸晶亮，唇色嫣红，嘴角却是带着笑意。怎么，怕了？景婷抓着盛长歌的手，衣衫不整，脖子上还有长齐的牙印儿。你且等着，成亲之后有你受的。哼，小爷等着，不要让小爷失望。且待着，小爷的美人儿自然有小爷护着。你等着，总有一天这燎原之火会烧了你。听风嘿嘿笑着不说话，这明显是王爷不敌呀。盛长歌骑着马，晃晃悠悠地哼着歌，从马上直接扑进马车，而马匹一惊之下飞速往前跑去。景婷抱着盛长歌，一阵风一样从马车里卷出来，暮色已经深了，距离稍微远一点根本就看不到，而马车还在毫无异样地往前飞奔。后面从山林里出来不少黑衣人，顺着他们走过的路追过去。王爷，为了杀小爷，真是下本了。京城有他们的人，不然消息不能这么灵通。你可是临时起意来的这儿。只听轰隆声响起，若是他们在马车里，只怕是尸骨无存呀。统领，王爷！无数人往山口的位置蜂拥而来。小爷去会会他们。一起。景婷拉着盛长歌一起往山口方向走去。山口方向已经是一片混乱，厮杀正在进行。盛长歌已经死了，景婷已经成了肉泥，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挣扎，有何意义？小爷好好的在这里呢。撤！既然来了，就给我天齐祭旗吧。干嘛要走啊？小爷留下你们埋骨此地，见证天齐的崛起。杀！也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，也许还会有一线生机。但是他们错了，看到他们，黑甲军就想到了死去的兄弟，想到这些，他们就满肚子气。所以即便是人数相当，黑甲军也几乎是碾压一样。为了盛玉书肚子里的孩子，自然他们有封侯的美梦，怎么甘心到此一败涂地？总要抓着一点什么，证明他们没有白白努力。夜色深沉，下面的战斗告一段落，终归是没有让来的人回去一个。单人清理干净，顺便去看看长宁郡主有没有事情。我这一会儿到了叫我。景婷用外套裹住盛长歌，让他趴在自己的怀里。他骑着马慢慢的走，听风找黑甲军要了一匹马，跟在后面。不一会儿就着急了。这长夜漫漫的，王爷不赶紧回去睡觉，反而信马由缰的
是不舍得放下圣国公呢，还是不舍得放下圣国公呢？景庭却是希望这条路永远不要到头，没有人打扰，只有他和圣长歌。圣长歌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亮。懒丫头还不起啊？快点去沐浴。不是，这是干嘛？一大早要沐浴，还是你来催？哎呀，快一点儿，宾客都来了。今日是你的及笄礼，你不知道吗？及笄，女子是舞及笄。问题是她生辰过了呀，在战场上厮杀的时候过的。今日及笄，真的没有人和她说呀。哎，先沐浴，先沐浴，不然我帮你啊。圣长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都是女子，你怕什么？圣长歌沐浴之后被云华拉回房间坐着。那厢里只听前院喧闹起来，老身孙女儿年15，为国尽忠，错过生辰，今日为孙女儿举办及笄礼，感谢诸位的莅临。现在就请我们歌儿来拜见各位客人。云华拉着披头散发的圣长歌就往前面走。就这样去。哎呀，歌儿，有点女人的感觉没有？及笄呀，及笄，你怎么像是在梦游？说一下流程。迎宾就位，开礼都结束了，下面是你就位。宾语出家一拜二家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是赞者，公主是有司，正宾是太后，主人是老太君和你母亲，我们会提醒你的。哎，我先出去，你看见我看你就走到中间，面向南向宾客行一礼，然后向西正坐。他看着云华走出去，洗手，在西阶下站定，抬头看着他。圣长歌穿着裙子走出来，行礼，在席上跪坐。今日的圣国公真美。我怎么感觉圣长歌有点想要杀人？你不会没有告诉他今日是他的及笄礼吧？我忘了。这丫的还是女装好看。你姐姐生了，是个女娃。在哪里啊？景庭报出一个地名，裴森撒腿就跑。你丫的故意的吧？如果你不是皇上，早就把你踢出去了。哼，可惜我是皇上，你不能踢，由我给你压场子，多隆重。是隆重，主要是我家歌儿风华绝代，好看。吉月令臣，乃身而服，敬而威仪，殊甚而得，眉寿万年，永寿胡服。二拜三家，三拜至礼，教子自击者，临训，击者一谢，礼成。谁准备的？谁你都不知道吗？他是真真把你放在心上的，这一切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太后、我、穆念晴和老太君都是他亲自去请的。你知道他说哪句话最让人感动吗？圣长歌头发被珠钗挽住，流苏在额间晃动。最初的紧张之后，他的心里充盈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他说，我家歌儿自小就男儿身世人，不知道做女子有什么样的滋味。她为了天齐出生入死，开疆拓土，天齐欠我家歌儿的，我都要补给她。我想要让她知道，她也是有人呵护的女孩子，可以娇弱一点，可以被人捧着宠着，可以不用那么拼命。歌儿，姐姐祝贺你成人了。是啊，成人了。给圣国公请安，给郡主请安。国公爷，这是蓉儿的礼物，今日得见国公爷女装，惊为天人，这目光可是称不上太友善。圣长歌身后静默的思远立刻上前接下来。多谢左小姐，左小姐也是极美，这一身裙子配着这容颜，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云华挑眉，左芙蓉是往好看里打扮的，这样的场合姐妹们都会自觉低调，不想夺了风头。偏偏这个左芙蓉是个例外，她一而再的往景庭身边转悠，她的目的是什么？再明显不过了。不及国公爷万分之一，目光扫过圣长歌的胸口，那么厉害又如何？不过是一马平川，不像是个女人。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一马平川的女子，哪怕是一时情迷，终究还是会醒悟的。云华想要说什么，让圣长歌拉住了。
姐姐，去给我拿点吃的，有点饿了。国公爷急急了，该议亲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，说出来让姐妹们也高兴高兴。你感觉本国公这样的堪配何等人？国公爷这样的堪配人中龙凤。人中龙凤，国公爷是天齐的栋梁，自然堪配这世间最好的男人。怎么，国公爷要嫁给皇上？毕竟那是天下最好的男子，不是吗？不错，掐吧。这天下除了公主，有哪个女子一个小小及笄？太后竟然是正宾，公主是有司，未来皇后是赞者，皇上竟然亲临。他就不信皇上和太后心里能没有一点微词。你确定是最好的？不好，你们能瑟瑟发抖吗？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盛长歌哈哈大笑，左芙蓉脸色一冷，他被耍了。哎，说什么这么高兴？左小姐说歌儿堪配世间最好的男子，你感觉如何？皇儿，你要保护我，我不是天下最好的，我要做你心里最好的。你离小爷远一点，小爷对你没兴趣。最近手有点痒痒。奶奶的，不会又要揍他吧？世间最好的男子。不，我不是，你是盛长歌眼里的天下第一。左芙蓉目瞪口呆的看着穆北燕拉着云华跑了，从头到尾对于亭亭玉立风中娇花一样的她看都不看一眼。景亭路过她身边的时候，她身子一歪就往景亭身上倒去，景亭唯恐被沾到，风一般掠过。于是美丽的左芙蓉小姐吧唧一声趴在地上，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嘴唇磕破了，鲜血横流，鼻尖也擦伤了。爹，你大胆，竟然敢指着摄政王！那左芙蓉一个哆嗦，虎着脸转身就跑。他奔着你来的，与我何干？除了你，其他人本王都会在3尺之外。你的桃花不少啊。本王芝兰玉树，高岭之雪，自然觊觎本王的人很多，奈何流水有意，落花无情。本王也是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。所以任何觊觎本王的女子，国公爷不妨都直接揍出去。怕你怜香惜玉心疼啊。本王只怜你，你也只能怜惜本王。穆北燕没有那么好，那是云华的。大哥，你看不出来我们耍着那个姑娘吗？这吉吉礼是你准备的？是啊，人是我请的，你的衣服饰品是我找人做的，难道你有哪里不满意？怎么不满意？满意极了。话音落，抓过景亭的手，啊呜就是一口。景亭闷哼一声，他家的小野兽貌似有点凶。下次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我今天就像是一个呆子一样被人拎来拎去。那也是本王眼里最美的呆子。歌儿，你可是可以议亲了。所以你究竟什么时候来下聘？亭子外偷看的小姐公子齐齐哗然。王爷，您这么恨嫁吗？上赶着求下聘，国公爷您要是不愿意，让我们来。盛长歌在这京城纷纷攘攘的时候，带着人去了天牢。不要动了，若不是因为这个孩子，他早就跑了。不让谁动呢？怎么，来看看我们有多惨？昨夜在城外幽山脚下，有人跟踪袭击小爷我，小爷灭了89人。89人？是啊，89人。爷，您忘了，长宁郡主那里灭了30人。哦，119，不错的数字，小爷喜欢。不知道还剩下多少？一起来啊！这么断断续续的来，小爷有点烦呐。盛长歌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怎么办呢？阎王爷不收。呵呵，如果你想要从我嘴里听到什么，那是想也不要想的。盛长歌，我就是要让你寝食难安。你知道这京城，这天下还有多少龙为这样死忠的人？不然我又是如何安然无恙、悄无声息的来到这京城？这天齐，你们偏私守护的天齐，早已经千疮百孔，早就漏成了筛子。你去赌啊！你不要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一丝一毫，一点都不可能。我期待看到你死。盛玉书，你是有多看不起本国公啊？这天齐，本国公既然愿意守着，
那就是铜墙铁壁。这路引谁给你的？你以为查不到？客栈是谁提前订好的？平时谁给你们送消息？你毒死侍女的毒药是谁给你买的？你真的以为本国公昨夜灭了119个龙卫只是巧合？你既然死也不说，那就去死吧。圣长哥，你不敢杀我，你不能杀我。回应他的只是圣长哥远去的背影和一声冷笑。圣长哥，圣长哥，圣长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然而圣长哥并没有回头，就这样消失在甬道的尽头。圣长哥，圣长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圣长哥出天牢门，发现外面的天已经阴沉下来了。爷，从什么地方查看？就从他进京开始查。进京城之后，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侍女接触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放过。爷，市井之中有人散播流言。圣长哥缓步往前走，不难看出大街上有人的目光和平日里不同，甚至是看到他出现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。一些路过的男人看着他的目光分明很是猥琐。说说流言内容。说吧，你家爷什么没有经历过，区区流言而已。说爷您整日混迹于青楼酒肆，自小和一群男人一起长大，又带着一群男人频频出入战场，日夜同吃同住，早已不是清白之身。说您笼络人心全靠美色。是谁？我非宰了他不可。这说明小爷很美啊，靠美色笼络人心。问问他们，是不是也靠美色击退敌军，开疆拓土？国公爷，不要管他们说什么，我们信您。他们就是嫉妒，一群男人苟且偷安，不如一个女孩子，可不得想一点龌龊的事情，找一点平衡嘛。你看，清者自清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爷，那怎么办呀？去找散播流言的呗，他们后面有人。国公爷，心儿让我送来的。心儿说，国公爷不用放在心上，无非是居心不良的小人。红烧肉。国公爷，小的还要当差，先走了。你家娃生肖是狗，小爷给他找的，带走。哎呦，好，谢谢国公爷，心儿指定高兴。有媳妇儿真好。你丫的是有多么恨娶啊？有媳妇儿才有一个家，你们不懂。就你懂，光棍一个，媳妇毛都没有。哥儿，容易爷。云华的母亲，嘿，姐姐，什么好吃的？于是将军夫人和小胖丫、盛长哥和老妇人欢快地坐在街边吃卤蛋和红烧肉。云夫人走的时候留下了那个吃香了嘴死活不愿意走的小胖丫云雀，一大一小扫街一样吃吃喝喝玩玩，还没有走多远就看到了老太君。你个丫头也不去看我，走走走，和我去吃好吃的。哎呀，大姑娘了，也该有点好东西，顺便买一点儿。老祖宗，还是你家的饭好吃，我们先去你家蹭饭。郑国公府。老祖宗，你的孙儿是不是将军？很威风的那种。没错没错，是个小将军。长得俊不俊？还行，挺俊的。老祖宗，我给你当孙媳妇儿吧。你丫的才几岁呀，没断奶呢。为啥呀？姐姐说你家饭好吃，那就一定好吃。再说了，我父亲是将军，将来一定要找个将军的，刚刚好。行行行，我答应。下午的时候，阴沉沉的天终于飘起了雨丝。盛长哥和小云雀吃得饱饱的，懒懒地窝在老太君的软榻上打着瞌睡。你不会是认真的吧？也没什么不可，咱们偌大的府邸，就你我祖孙二人，来个这般爽快的小丫头也未尝不可。你姐姐向来安静，你的性子也是沉闷，有个开朗的也好。渊儿，那些东西可以记着，但是
也不能让自己活得那么累。人嘛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可是长姐，可是上天也给你送来了一个长姐，不是吗？若不是盛长歌，只怕他也还归黄土，林渊也会在乡野之地埋没一生。因为活着的人除了孟长云，无人得知孟家还有一子遗落在外。他的儿媳在战场受伤，养伤中发现怀孕，后来他儿子出事，孙儿出事，应该是发现了什么的孟夫人送回孟长云，却借别人之手把孟林渊寄养在老家。孟长云那时候也很小，但是他知道那是孟夫人的后手，若不然孟长云何至于让老一辈的孟家军尽数留在老家，暗中保护教导孟林渊。孟林渊若有所思的看着盛长歌，也许真的是上天的恩惠，盛长歌的确像是他的长姐。母亲，盛长歌被惊醒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准你认祖母，我就不能认母亲？渊儿啊，我和你母亲可是极好的。去，把我那条鞭子拿来，给渊儿当见面礼。厚此薄彼，他要都不给。你那长枪就是我当年送他母亲的，这鞭子是他母亲送我的，如今呀，刚刚好。母亲您看，这媒人谁来当？下聘准备一些什么？给谁说亲？给你呀，都当众咬人了，难道不用负责？长姐，锦婷吗？盛长歌默认，早知道就不咬了。人家到处求人给你办吉吉礼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咬人一口。如果这个媳妇儿跑了，我剥了你的皮。提亲自然是他家来，是他要嫁呀。至于下聘，我去。这乡里还没有商议好，那乡里就听到莫姑姑派人来说，景王爷派人来提亲了。走吧，长姐，一同去看看。大雨初停，国公府的门外人头攒动。看看，又勾了一个。孟世子也是入幕之宾。不要胡说，四大家一向是亲厚。那你说是什么原因？自然是靠美色呀。盛长歌绝色，又是年幼，以此笼络人心，无有不沦陷的。那敌国军队是你打的，开拓疆土是你去的吗？自然是他入幕之宾，出生入死的卖命。哎呀，可见是魅力无双。摄政王被骗了，还当个宝，不过是人人可……哎呦，出生入死没见你去，开疆拓土不是你做的，九死一生浑身是伤也不是你。你们躺在人家打下的天下苟且偷生，堂堂男子不如一个女子，竟然还敢信口雌黄。倭寇屠村你在哪儿？北疆城池被炸你又在哪儿？成千上万将士战死沙场你在哪儿啊？你们不感念他小小年纪女扮男装战场厮杀，不感念他冲锋陷阵守护一方，不感念他浑身是伤九死一生也就罢了。你们在没有战乱的土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你们难道也不会想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吗？侮辱一个为你们出生入死的人，侮辱这个拼死守护你们的人，难道就能显得你们高尚？我天齐，我堂堂天齐不应该有这样的龌龊无耻之人！你让驻守边疆的将士寒心，让城外的英雄悲伤的英灵难安，以后谁还守国，谁还为家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说的，是他们说的呀！哎呦！朗朗扫过众人，有的人开始慢慢的退出人群，悄悄的想要离开。清安和思琪立刻跟了上去。你怎么来了？小爷不来还不知道你被人说成这样。我盛长歌出生入死，保家卫国，图的只是大家不受战乱之苦，安然生活。我14岁上战场，孟长云12岁，孟林渊12岁，景婷也是很小，她和本国公一般大。我们上战场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就守着这片土地，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就守护着天齐的百姓，可是他们都死在战场上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担子我们扛着。虽说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但是说到底，我们不过是希望我们父辈用生命守护的疆土永远海晏河清，繁荣昌盛。你们的孩子11、12岁，天真无邪，承欢膝下，而我们没有那种幸福，要顶着这片天，他们才能如此安然快乐。
如果我们这种牺牲，近乎灭门的牺牲，在你们看来是可以随便诋毁的，那么天启我们何必守护？颠覆之下，焉有完卵？你们还能安好站在这里看热闹吗？本国公是女子不错，混迹于一群士兵中间也不错，但是本国公是奉旨女扮男装，因为盛家男儿除了年迈的祖父悉数战死，无人称职了。但本国公拿他们当兄弟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可以舍命相救的兄弟，他们拿我也是当兄弟。本国公也混迹于京城，敢问可有违规之举、犯法之事？没有。无论是嫉妒本国公的地位，嫉妒本国公的军功，还是嫉妒本国公得王爷青睐，都无妨，那是本国公凭本事得到的。但是流言止于智者，各位不要让本国公浴血归来，还要后悔曾经的九死一生。我们相信国公爷，我们也相信国公爷。啊呸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西街的浪荡子。送官府，送官府！几个汉子上前，七手八脚的拖着那个男子走了。哥呀，我来帮景婷提亲了。走，今日我是媒人，你要管一顿好酒，明月楼的梅花酿就行。去明月楼叫一桌好酒席。不，我们要去明月楼，在你家不尽兴。对，还有我们。哥儿呀，不过2日不见，你真的要娶了景婷内斯呀？被人打了？上洛欲哭无泪，都不能说呀。没有，自己撞的。怂货。那个姐姐，你还缺账房吗？你会管账呀？若是给你一个府邸，你能不能管好？本姑娘有什么不可以啊？裴森不说话了，嘿嘿地看着商灵笑。你再对本姑娘那么笑，本姑娘削你信不信？嘿嘿，来，和小爷切磋切磋。商灵二话不说，直接上。裴森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接被按在地上。哼，没用。裴森郁闷了，他竟然打不过。傅凤华咳嗽一声，咱们说正事儿行不行？不是提亲的吗？伯母，现在我就是盛长哥和景婷的朋友，今天来替景婷提亲，您看景婷如何？若是合适，就请哥儿初6就去下聘吧。可以，我不就是后天？这么急？你什么你？这事情我同意，你有人要就不错了。景王府的院落里已经站了不少的人，静默良久，才听到脚步声传来。说吧，谣言是谁让传的？王爷，那盛长哥。谣言是谁让传的？王爷，是小的错，小的娃重病，没有钱，听说有人给钱，让说几句话就去了。什么地方？谁？啊，西南角的破庙，那个乞丐说的，只要领了钱，和2个人说了就行。发钱的是个蒙着脸的人，看样子像是个女子。霆锋，给钱。何老二，给你家闺女看病去吧。王爷，我知道，是那个赖三告诉我的。王爷，是那个小乞丐让我说的，给我10个大钱和1壶酒。王爷，是那个女子让我找人说的。王爷，他似乎和那个女子认识，还和那个女子说了好一会儿的话。那女子是谁？王爷，他说他有个亲戚在大官家当管家，最近还给了他不少钱，最近他手头很是宽裕。那个女子是谁啊？我说了，是不是饶了我的性命？霆锋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笑着看着他。是红柳。红柳是谁？红柳是王爷，我知道，红柳是太傅府里的粗使丫头。做太傅府里。看到那人点头，景婷起身径直走了。都等着。说完也转身走了。霆锋走进屋子里，发现景婷手里拿着一张纸。王爷，那就是那个左芙蓉。景婷把手里的纸张递给霆锋。王爷，这就有趣了，这个左芙蓉还是个坑爹的。有消息吗？哎呦，恭喜王爷，国公爷同意了。景婷的眉眼瞬间就温润起来了。那个女子终于和他牵扯在一起了，心在这一刻落到了尘埃里。王爷，咱们王府也打扫打扫，等着国公爷来下聘。景婷点头，却是往外走。王爷这是去左太傅府里走一趟啊。王爷，太傅，本王有事情和你说说。左太傅立刻引着景婷往里面走。王爷有事情请说。他掏出那张纸递给左太傅，左太傅疑惑地展开看完。王爷，
今日满京城都是关于圣国公的流言。左太傅的额头上瞬间就冒出了密密的冷汗。圣国公因和女扮男装，为我天齐出了多少力，你我都清楚。诋毁他只会让将士寒心。王爷请直说，若是老臣府里有问题，老臣知道该怎么做。查到最后是你府上一个叫红柳的丫头，在西南的破庙里散钱，找人散布的谣言。至于红柳后面是谁，左太傅，你的家事本王就不问了。老臣明白。前天夜里绞杀魏119人，放进来多少？希望左太傅问清楚。左芙蓉够大的胆子，借着左太傅的名头，在当地官府开拿了不少通行证，甚至助纣为虐，做了不少恶事。本王若是没有记错，你的2个孙儿都在国子监读书。你左家若是真的落入这浑水里，只怕就此万劫不复。左太傅也是肱骨之臣，知道当如何。本王言尽于此。景亭淡淡的说完，转身就走。王爷还没有喝茶就走了。景亭站住脚步，冷冷地盯着左芙蓉，让开。王爷还不让开！景亭走出去的时候，就听到左太傅怒喝：带红柳过来，跪下！第2日就听到听风说，左太傅府上新晋回京城的左芙蓉得了失心疯，已经送回老家静养了。左芙蓉回家的途中自己乱跑，掉入江中淹死了。景亭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过问，这件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当他听到那些话的时候有多么的愤怒，怕盛长哥听到，第一时间把那些人都抓了来。王爷，听说国公爷带着人亲自去抓大雁了。亲自去抓，就说明了诚意，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，心里充盈着喜悦。听风，查出来的那些暗桩都拔了吧。初6的确是个好日子，走，去景王府下聘去。从聘金到3升到斗米，但凡聘礼需要用的，样样俱全，还都是最好的。一溜的缠着红绸的箱子担子，就这么浩浩荡荡的往景王府走去。王爷，国公爷来下聘了。太后和几位老臣代表着景亭的家长到门口迎接。老太君盛夫人，孟世子国公爷，请。皇上，我们来给盛国公下聘了，我们都是盛国公的家人，王爷可不能辜负了我们国公爷呀。一行人呼啦啦地进了府，外面围观的人那是舍不得离开。都去明月楼，今日我们家王爷请客。好，祝王爷心想事成。2只活的大雁在大厅里扑腾，云雀蹲着看得高兴。2方家长坐在大厅里谈话。暮雪做了好吃的，你先去吃。当日你拿小条子抽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落入我的手中啊？所以以后小爷也会小条子伺候你的。只要是你来，怎么着都行。怎么着都行？怎么着都行。当然，我更喜欢在房间里软榻上也可。吃东西。暮雪小可爱，小爷来啦！是应该多吃。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？等到盛长哥心满意足的从暮雪那里出来，就看到长辈们大臣们都是笑眯眯的看着他们并肩走来。这么一看，果然很配，天生一对呀。哈哈，这俩孩子看着眼睛都亮了。盛国公，我们商议过了，也达成了共识。日子呢？皇上说今天见挑日子，以后王爷随着国公爷生活，孩子呢，一个随国公爷的姓氏，一个随王爷的姓氏，这么排着，不至于让盛家和景家后继无人。不急，等你长大。这都逼着生孩子了，你说你不急，骗谁呢？华灯初上，宫里就来了人，说是宫宴，欢迎各国的使者。爷，公主送来口信儿，说是西月和西凉都来了公主，估计有和亲的意思。即便是景亭和爷定亲了，他们也未必会死心，让您有个准备。奴没有让那人空手回去。小丫头，办事挺利落呀。爷，奴和您一般大。呵呵，那就是大人了。看中谁了？小爷给你做主。奴对男人没兴趣。那女子？奴将来只是想当一个大管家。我教给你一点东西，你若是会了，
小爷就让你去管一家店铺，若是好，以后还有庄子酒楼，你看好不好？爷，您说就是了。安分一点，不要丢人。看看西月公主已经和天齐公主打成一片，你有什么用？没有能力保护西凉，要靠女人的才没用吧？摄政王到，圣国公到。你天齐真有福气，这摄政王单凭美色就能溃败三军。看看对面那个夏玉瑶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见过皇上。夏玉瑶死死地盯着两个人，恨不能上去把盛长歌从景亭身边扯开。快入座，各位为朕大婚而来，朕今日宴请各位，尽情欢乐。各位公子小姐可以让客人看看我天齐的风姿，各国使者也让我们见识一下异域风情。皇上，玉瑶愿意献上一舞。你家的桃花啊？我家不种桃花，也不开桃花，不要什么都往我身上扯。来来，让朕看看西凉的风姿。音乐声响起，夏玉瑶款款起舞。音乐的声音柔美，舞姿更是柔软到了极点。这是不是叫什么靡靡之音？听着头疼。比蛇还像是蛇，美女蛇，好吓人啊！不愧是西凉，别具一格。这个声音怎么听着不像是夸奖呢？皇上，看玉瑶品貌如何？极好。那玉瑶可堪配天齐儿郎？自然可配天齐的儿郎。那玉瑶可以配天齐的摄政王吗？众人的目光也是齐刷刷的落在景亭的身上，但是景亭忙得很，根本就没有抬头。圣国公感觉如何？本宫皇妹貌美，地位也不低，配摄政王可好？貌美位高，那什么也挺大，不错。这要问摄政王啊，毕竟本国公难消美人恩。夏思风冷冷看着盛长歌，但是冰冷的目光中压抑着火热。摄政王，你认为如何啊？本王已经定亲啊，九公主，摄政王真的定亲了，真是媒人。你看看，还有其他堪配的吗？下面有公子想要站起来，瞬间被自己的父母拉住。这姑娘一般家庭可是降不了。玉瑶是一国公主，难道不配吗？天齐的儿郎很多。皇上，玉瑶心目摄政王，天齐不是还有人三妻四妾吗？玉瑶不在乎名分。摄政王，先喝杯水，接着吃点东西。烂桃花自己掐，你就不能维护一下你的人？本国公要先看到你掐桃花的能力，总不能以后千军万马来了都是本国公出场，那多累呀！不如趁着大家都在，你说个清楚。要是后面再来乱七八糟的，本国公若是烦了，就直接踢了你。景亭的脸色冷了，黑了。王爷可否？执笔。桌案抬上来，纸笔铺展开，景亭铁笔研画地写道：读，大点声。我景亭不娶亲不纳妾，心目盛长歌，此生仅此一人，同生共死。再来一遍。夏玉瑶脸色惨白，盛长歌何德何能，竟然让景亭死心塌地到如此地步？王爷，难道你当真可以做到？有何不可？这一生得此一人足矣。人的心这么小，放一个人尚且不够，难道本王要朝秦暮楚？本王长辈皆是为国捐躯，自幼一人，对家庭格外看重，认定一人就是一生。但凡让本王的女人不高兴的，都是不会做的。怎么还有人要上赶着嫁本王？底下的人纷纷摇头。本王都是要嫁人的，所以娶是不可能的。怎么，你要嫁入国公府和本王做姐妹？皇上，我可以嫁入国公府吗？楚迪儿，不可胡说。四公主，你要嫁给盛国公？是啊，我很喜欢他，他的东西也好吃，天齐的东西也好吃，所以嫁给他不行吗？歌儿姐姐，行不行啊？妞儿，姐姐会把你卖了的。切，你做不出来。景亭冷冷地看着楚迪儿，然后冷冷地看着楚征，再后冷冷地看着穆北燕。各位先坐下吧。我天齐不和亲，不纳贡，寸土必争，万民皆护。我天齐天子在位，坚守国门，君王若死，定为社稷。皇上，臣以为当加上一句。爱卿请讲。穆北燕话一出口，就被景亭瞪了一眼。
嘿，你丫的，爱亲不能说吗？难道要说亲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景婷是个醋坛子？单加上犯我天启者，虽远必诛。好。随着盛长歌掷地有声的话语落下，满堂叫好。莫姑姑站在国公府的门口，歌儿，这是……姑姑啊，你收拾几个院子，让客人们住。她的身后站着楚征和楚迪儿、夏思风和夏玉瑶，还有天竺国的王子和他笑眯眯的妹妹。歌儿呀，哥哥想死你了。双臂大张就要去抱盛长歌。你这么对待大舅子，不想好了是不是？大舅子，本王只认孟林渊。嘿，你丫的瞧不起人是不是？本王的亲戚不是谁都可以当的。歌儿，你男人欺负人，你管不管呀？不管，我去找义母了。他招谁惹谁了？和他有个毛线关系？哎，你是圣国公的义兄吗？嘿嘿，我是。那么可以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成为圣国公的义妹？这个咱们可以聊聊。走，我带你去见母亲，母亲人特别好，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不需要那么多兄弟姐妹，国公府养不起。这国公府倒是热闹。他们是看楚征他们都要求来国公府住，就跟了来。盛长歌是真的不想收留，奈何作为主人能怎么办？我国公府没有那些什么皇子公主的规矩，就是我们皇上来了也是不会摆架子的，所以各位多担待。各位先去大厅吃些宵夜，说说话，这就让人收拾院落。他住在哪里？我要在他临边。在国公府就要遵守国公府的规矩，不管你是哪儿来的神仙，都要给小爷趴着，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，不住滚。本宫是公主，连个要求都不能提吗？这是你的待客之道。西凉的公主，也就是孟林渊仁慈。若是小爷我虽远必诛，干过什么不知道，夹着尾巴做人也就算了，非给小爷添堵是吗？盛国公，攸关两国邦交，还是不要咄咄逼人的好。小爷就咄咄逼人了，你待如何？盛国公这是要代表天齐和西凉交恶吗？小爷怕吗？你能代表天齐？对于天齐，我们还是贵宾。本王能代表天齐，贵客。谁邀请你了？听风，请贵客移步会同馆，国公府不招待。行了，大家都饿了。听说你家厨娘是你从哪里挖来的？快点，客随主便。你说住哪里就住哪里，入乡随俗嘛。漠北燕要大婚，这个时候打仗不吉利，有的是时间。那厨娘的的确确是我挖来的，今晚你们有口福了。听风也真的叫了马车，等着他们上车回去了。但是那两个货竟然跟着进来了，唉，都这么没脸了，竟然没有撵走。大厅里大家谈笑风生，唯有他们偏作一隅。桂儿姐姐，你家东西真好吃，我可以留在你家吗？闭嘴！要不你认我做妹妹吧？你看我可爱不可爱？我什么都不要，管吃就行。东西好吃也有错吗？算了，我还是找伯母去，我缺个母亲。走，带着我逛逛。人都散去，大厅里寂静下来。怎么办？我还是想要揍那一对兄妹。等等，看看那些龙卫，联系他们吧。国公府这么吵，不如我带你去个清静地方。走，我想好好睡一觉。上来。夜色深深，景婷背着盛长歌走出盛国公府，在寂静的街道上慢慢的逛着。而国公府，夏思风站在暗处，看着景婷和盛长歌两个人走远，转身出了盛国公府。景婷带着盛长歌上了一艘画舫，在碧波中微微荡漾着。爷爷他们到了外邦，乐不思蜀。我也想出去走走，有何不可？景婷低低的在盛长歌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就看到盛长歌的眼眸一点一点的亮了起来。还是美人懂我心意。两个人洗漱好，在窗口边的两个软榻上躺下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。不一会儿功夫，盛长歌就在晃晃悠悠的船上睡了。景婷侧躺着，这样的夜，她突然就感觉格外的满足。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能填满你所有的空虚，哪怕是他只是存在，什么都不做。王爷，夏思风去了青楼，密切关注他接触的每一个人，把圣谕书带到普通牢房，暗中透露消息给他们。是。
日上三竿，盛长歌才在一片喧嚣声里悠悠醒来。他伸出手指描画着景婷的鼻子，这样的美人在侧，自己也有点把持不住啊。景婷的胸膛僵硬而温暖，带着特有的清冽气息。不再睡一会儿了？你怎么到了我的软榻上？国公爷这是嫌弃我。景婷有眼屎。景婷的脸华丽丽的黑了。这盛长歌是在害羞还是在害怕呀？我来梳，以后都是我来梳头。我有手。若是可以，以后衣食住行都是我来管，只有我能管，如何？怎么办？我就想做你一人管家，管一辈子。王爷，你能悠着点说话吗？王爷，圣国公夏思风在青楼和人打架了，不知道怎么做。必须火上浇油，趁火打劫呀！我们去吃好吃的。好吧，好吃的比较重要。清晨的京城到处热闹一片，这才是带着烟火气的生活。景婷侧头看着盛长歌，眯着眼睛一路打招呼过去，人缘简直不要太好。看着他言笑晏晏，看着他调戏女子，他竟然诡异的感觉心里都是满足。盛长歌就适合这样肆意生活，说到底嫁给盛长歌是他赚了。盛长歌没有他可以过得很好，他没有盛长歌似乎就没有一切。青楼里一片喧闹，那夏思风此时已经是鼻青脸肿。小爷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鸟，给小爷趴着。那姑娘是小爷看中的，惯常也是跟着小爷的。青楼女子谁钱多跟谁，怎么成了你的专属？你要是想要独占，不如赎回去，自然没有人去你家里。不赶紧滚，小爷就揍你。哼，你试试，你若能揍小爷一顿，小爷就能要了你的命。打打打，愿赌服输，谁赢了姑娘就跟谁走。那汉子真的扑上来，两个人真的开打了。那姑娘盈盈哭泣，哎呀，都是奴的错，是奴的美色误人，两位爷不要打了，不如一起去喝酒。那姑娘底细。3个月前从龙城附近的一个小镇子寻亲来到这里，寻亲未果，被几个人卖入这里。查和他打架的那个男子，京城5城兵马司南城的指挥使的儿子。查他的父亲。司机转身离开了。你看呢？听说你拿着竹竿准备揍人，是为了3尺之内没人，南城会多布置人手。清安从外面进来。卖那个女子的男子，后来京城就没有见过。圣玉书的周围布置好人，小爷不喜欢有什么意外情况。话音落，就看到裴森从外面溜溜达达的进来，一眼看到趴在窗口看热闹的商灵，先是红了脸。哟吼，有情况呀！哎，过来，姐姐厉害不？她是千杯不醉，和她喝酒，这娃娃还是嫩了一点儿。怎么说来着？姐姐，乖弟弟，加油！裴森犹犹豫豫的，不知道是想说什么，又不好意思说。是个男人不？我哥哥说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对姑娘不公平，所以今日去府上找伯父伯母提亲去了，说让我对你负责。啊，姐姐不认识你哈，绝对不认识。嘿嘿，小子还不去追，哥哥看好你哦。裴森，你丫的不要怂啊！实在不行先扛回家，生米煮成熟饭总是会的吧？小爷还是个厨，你的礼貌吗？厨，回来，找个花魁教你。夏思风眯着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楼上的房间。盛长歌，小爷今日不和你争了。言罢，就这样扬长而去。他再次抬头看了楼上的房间一眼，也往外走。啊，公子！怎么？公子，杜叶姿。小爷是那等缺钱的人吗？不识抬举！我的天，竟然用石头付钱！那女子举着石头，想要喊，又不太敢。夏思风脚下一个踉跄，回头看着女子，果然举着石头，伸手就往自己怀里摸。可是怀里掏出来的还是石头，银票什么的早就已经不翼而飞了。本公子回头就送来。他现在开始明白，自己可能被人算计了，很有可能就是盛长歌。那公子说说，你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奴派人跟着去取。行，跟着去圣国公府取吧。他的目光阴冷地扫向2楼，想要看他的笑话，那就一同拖下水好了。西凉的太子竟然想要赖账，哎呦，西凉是有多穷呀？怎么不敢去？怕不给钱
还是判？怎么回事？这位公子用石头当钱用？没钱就说没钱，回头给就说回头给，攀扯国公府做什么？圣国公对于咱们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不说，大家心里也有杆秤。圣国公可有做过什么欺男霸女、赖账不还的混账事儿？当然没有，我们的圣国公是京城的小太阳，暖人的很，什么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？这位公子，若是没有钱，自去取了，或者让小厮去取了，没得往国公府泼脏水。你担待得起，我们担待不起。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，既然是做生意，自然是银货两讫，自古青楼也没有赊账的道理呀。若是公子不应，那就报官吧。让人跟我去拿。多去几个人，若是拿不回来也就算了，别无辜丢了性命，保重好自己。夏思风阴冷地盯了老鸨半晌，转身往外走。他走后，屋子里已经是满堂轰然。慕北宴大婚送些什么呢？他什么都不缺。那我也得给云华添妆。少送点，都是咱家的钱。王爷，你这么抠搜吗？他们都有天齐了，什么没有？放心放心，我送出去的，以后还会加倍的回来的。借着他的名头好办事。还是想想咱们的婚事怎么办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母亲似乎找老太君了，要找太后一起找晴天见算日子。爷，圣玉书动了胎气，要叫大夫。夏思凤在后面。从圣玉书在的医馆里出来的，你说他们什么关系？我感觉那个孩子有古怪。哎呦，圈子真乱啊！他们乱就乱去呗，你操什么心？你那个干哥哥商洛要做一件大事。做什么？骚包商洛还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？难不成又赚了多少银子？你且等着看，他呀是给你出气呢。你说你究竟有什么魅力？到你身边的人都是那么维护你。那这个魅力对你如何？无法抵挡，日思夜想。哎呦，小爷这魅力啊，自己都无法抵挡。是啊，我家哥儿的魅力无人可以阻挡。后面的夏思风脸黑得像是天上的乌云。殿下，公主受伤了。伤了有大夫，告诉我干嘛？我会治病吗？说完，加快脚步。云华的家里格外的热闹，京城的名媛贵女们都来添妆。哥儿，姐姐想死你了，这几日也不让出门。我的皇后娘娘，您悠着点啊！进来，姐姐和你说会儿话。那些小姐也都识趣的往外走，只有一个磨磨蹭蹭的，还回头多看了盛长哥好几眼。城南5城兵马司副指挥的女儿，一来就到处看。姓梁，你知道？听谁提过一嘴？对了，你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好东西。那一大堆让云华的脸红得几乎滴血。你个坏丫头，从哪弄来这个东西啊？西域啊，放心，只有你有。为了回报我的精心准备，你签个字吧。哥儿你，云华，你我都是女人，女人即便是嫁人了，也要有自己的财产，那是你的底气。无论是面对夫君，还是将来孩子，都是你的底气。虽然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俗气，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明白话。咱们相交一场，这是我给你的后盾。云华的眼眶红了。无论谁有，不如自己有，何况我还要借着你的名头挣钱呢。云家多年为官，家底子也算是厚的，但是对于京城那些世家，真的不够看。她出嫁，父母哪怕是倾尽了何家之力，仍然感觉到单薄，怕是嫁妆太少，让人笑话。白日里人多，今晚有我的天妆送来，你可不许推辞啊！你是我姐姐，我自然要好好准备。你知道的，明月楼是我的，我是不缺钱的。好，姐姐不推辞，咱们日子还长着呢。是啊，日子长着呢。眼角看到四月在门口，他的目光落在茶壶上。你暂且接待其他的姑娘，晚上我陪你睡。这吃的喝的我顺走啦，找个清静的地方睡觉去。去吧去吧，好吃差人来拿。